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出手了吗？因为今天有一个最新消息是传出来说，包括大陆的055大区还有瞭望1号都现身在伊朗。那看到目前的形势，川普则是呢急调了他的 F-35来驰援壮胆吗？现在根据了解，爱国者飞弹也做了机动部署，难道他要化攻为守还是化守为攻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来看到现在美伊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中国大陆这个时候的角色是正式的出手吗？海军突然间派出了一支不寻常的远洋军队。我们特别来看到的是，难道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要掌握西方的情报站来帮助伊朗了吗？出动了055大区之外，还搭配了052型的驱逐舰。那么现在呢，是直接已经进入到了阿曼湾跟印度洋北部的海域。还有这个是瞭望1号，这个是被称为大国重器的瞭望1号海上测控侦测船都已经开始做好了部署，外界开始做解读了。这一次中方大动作的部署，难道是要负责监控跟美军还有西方舰队联动的，并且将情报提供给伊朗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真的出动的话，是真的会提供情报给伊朗吗？会不会从这个美中之间的区域战争变成这种大国代理人的战争？李将军怎么看？确实如此哈。伊朗来讲的话，对中国有地缘战略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性。由于是现在伊朗的原油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中国这个也必须要有伊朗的原油哈。因此来讲，我觉得这场战争如果说真的爆发来讲的话，对中国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说万一真的迫不得已，伊朗要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话，那中国对于油的这种输入来讲就会受到干扰。就中国来讲，当然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可是，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伊朗，中国想要帮助伊朗，但是又不愿意得罪美国的状况之下，所以他派了这一艘这个瞭望1号到这个阿曼海湾这个地方来阻止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瞭望1号凭什么就可以阻止美军攻击呢？我跟各位讲美军如果说是要对伊朗发动攻势来讲的话，第一个打击的可能就是用它的所谓战斧巡弋导弹这个它现在来讲，在海上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可以说是加大号的航母战斗群，因为它虽然说只有一艘林肯号航空母舰，但它周边的包括到驱逐舰来讲有10几艘所以它同时可以发射几乎是上百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那第二个我们知道，它可能采取的攻势，包括它可以利用它的 F-35战机或者是说在约旦部署的 F-15战机来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对地的攻击。但是这些东西，不管你用战机，你用战斧型巡弋飞弹，你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用电子侦控。电子来监控那瞭望者1号刚好可以扮演这种角色。你如果战斧巡弋飞弹发射出来，那你的所有电子参数这个瞭望者1号都会收集到齐，就美军来讲就很严重的泄密。那当然你的战机不管是 F-35或者是这个F-15如果战机你起飞，就算你要发射导弹，你一定要用电子来控制嘛。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泄密。那瞭望者1号在这个地方对美军来讲的话，就会投鼠忌器、绑手绑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期间，那乌克兰初期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对俄罗斯很精准的打击？就是美国提供所谓的相关的影像情报或电子情报给乌克兰。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虽然说大陆来讲，虽然说不用真枪实弹来协助伊朗，可是光用这种无形的战力它可以提供相关的电子情报给伊朗。譬如说是它可以先期侦测到这个美军起飞的 F-35战机，将这个情资提供给伊朗。伊朗虽然说没有能力这个用战机来做拦截，但是它最起码它可以这个事先提早防范所以对伊朗来讲的话也是不无注意。那另外来讲，为什么要有055？我觉得055在这边所扮演的角色，
他倒不见得是要帮伊朗打仗哈，他可能是在护卫这个瞭望者1号，因为这艘瞭望者1号它是一艘无武装的这种电子情报侦察船，它自己本身是没有武装的，但是它出来，它当然要有一艘的这种贴身带刀护卫来保护它的安全，所以很明显的，我觉得055在这边是护卫着这艘瞭望者1号，那瞭望者1号所担任的任务是这个对美军来实施电子侦收以及电子侦察，然后除了提供伊朗之外，那中国大陆也相对的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实际上面收集到美军的所有船舰的不管是导弹或战机的相关情资，这对中国来讲的话，以后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美军也会忌惮于此，可能在出手方面可能会有所顾虑。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可以说祭出了它的瞭望者1号哦，它的目的也很明显了，除了制衡针对美军做这个征收电子的征收之外，另外也提供情报给伊朗哦，2大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也来看看，那美国呢？美国方面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动作，再加上伊朗部署了各式的导弹，他现在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川普前几天不是一直在喊话吗？说马上会派出第2艘的航母到中东。确实，现在最新的消息，今天来自于早上的最新新闻，五角大厦已经决定了会把它在这个维吉尼亚州外海进行演训的布希号，现在呢会正式的在接下来2周的时间内会前往中东。那么再加上林肯号的话，总共会是2艘航母，接下来都会在中东。另外呢，持续的美军向欧洲增派它的 F-35隐形战机之外，现在有专家针对美国的战机做了一个战力上面的评估，专家认为说，目前部署数十架的 F-15只能够拦截伊朗的导弹、飞弹、无人机饱和攻击，再加上 A-10和10多架的 F-15，他也认为没有办法扭转战局，真的是这样子吗？另外再来就是在军事基地，美军这边也有一个大动作的部署了，在他的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被卫星拍到，爱国者飞弹哦，现在已经从固定阵地转移到机动的发射车了，难道这个战事是一触即发吗？以色列方面政治上面也开始做了施压，纳坦雅胡在11号抵达白宫，本来要说服川普总统，希望他能够去说服伊朗去削弱他的飞弹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在会后没有承诺纳坦雅胡，并且他只说了会持续的跟伊朗方面来做对话。一边是美国派 F-35航母，还有他的爱国者飞弹，那另外一边有中国大陆的055大区跟侦察船。到底美国现在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动作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美中对抗的这一场代理人战争？蔡委员又怎么看？这个中国不会去介入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看看到哪里去找一个战争博物馆让你侦察、让你练习啊？美军摆下了一个航母打击群、2个航母打击群，那么样多的战斗机，搞不好还有轰炸机，还有防空导弹，它摆的是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舰队。那中国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来这边收集情报，那就太浪费了啊。所以中国把瞭望1号拉来，055都拉来哈。暂且不管瞭望1号哈，我们要了解到055，虽然大家都是要驱逐舰啊，很大的战斗能力，其实更重要的，它根本就是一个区域防空系统。所以对这一款的话，对方有 F-35，这什么意思？我根本就整天24小时练习侦测 F-35，光这个资料的价值就是无价的。因为平常中国大陆自己还要去弄什么那个F-20啊，主要是这 F-35去模拟啊，不歼35去模拟 F-35，那个再怎么模拟啊，都不到位。现在人家摆在眼前啊，摆在眼前让你去侦查啊，让你去目标去做这种战场管理。这个等于是你解放军的船舰你要自己去做，很强的战场管理。为什么？因为这个动55上面有一款叫做龙眼双波段有源相控雷达，它就四面都有，架在船上面。这个它可以在500公里里面侦察所有的战斗机，那就测试一下这一次的 F-35逆中战机能够侦察到多少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还有 X 波段的阵列啊，可以导引防空导弹。那
还有最重要反导弹的侦测能力。为什么叫反导弹侦测能力？因为它这一次的这个美国一定会发射刚才讲的战斧导弹或什么其他导弹去攻击这个伊朗的什么雷达系统啦，还有什么炮阵基地啦等等。那中国的假设我是挨打的，我怎么去多快的速度可以侦测到美国这些导弹的攻击方式、它的战术，还有它运用的技巧，还有呢，航空母舰一定有潜水艇，这个时候动物也可以侦测水下的目标。你平常到哪里找啊？找美国的潜水艇啊，它有些一定会跟着来，而且就在附近。那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所以水下的反潜跟征收能力，还有电子支援系统、电子作战能力啊，当然这个未必会真的去干扰它，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呢，可以尝试着测试自己的电子干扰系统，所以这个几乎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观测的一个对象。再加上它的数据件的能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跟这个瞭望号，或者甚至于我要透过卫星跟北京的指挥部怎么去联系，怎么去管理这个作战系统。是。那如果美军一下子出来了100个目标，这100个目标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决定我要拦截哪几个目标？虽然是模拟的，可是对方是现存的，对，不是你是自己去假装的。这个价值无比来得重要，无比来得巨大，所以他当然要开了好几个船舰到现场来观察嘛。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在参加什么比赛，到现场看别人怎么打球，有时候比自己在练习更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解放军难得这个好机会，加油。好，所以解放军现在也看到了这样子的机会，未来先做一个侦查，未来是否用在真实的战场上面，我们持续要做关心。那其实呢，现在看到美伊两方现在就在这边僵持不下，其实心中最紧张的还是纳坦雅胡，而纳坦雅胡最新跟这个川普见上了面，他希望能够说服川普，就是对伊朗的动作还是要强硬一点，并且希望伊朗去川普去说服伊朗说可不可以削弱他的飞弹能力。川普到现在还是没有回答。如果美方不介入，接下来伊朗方面会不会自己来做介入？现在是不是美国跟这个以色列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战略分歧了？赖老师又怎么解读？分歧是一直存在啊。以色列是比较倾向于打，美国川普他是比较倾向于用高压、极限施压的方式，最终是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美国也知道。你要把这个伊朗的导弹系统，尤其是中程的弹道导弹系统，全部都拿掉，这个强人所难。任何一个国家，那我干脆就缴械投降算了。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对美国川普来讲，他目前他所要的重点是在于浓缩铀的问题，做成核武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伊朗必须要承诺你不要做核武。第二个，你的浓缩铀怎么处理？浓缩铀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说，俄国已经开放态度，说如果伊朗愿意，而且是在伊朗的自愿下，他可以带伊朗来保管。但是那是伊朗的东西，伊朗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回去。可是伊朗的哈梅内伊已经说得很明白，他的浓缩铀是不会出去的。那这个已经摆明了，就是说婉拒了这个俄罗斯的善意。那现在的放出来的讯息是，伊朗同意稀释它现有的浓缩铀，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提炼到60%，它可以稀释它，然后稀释到这个作为核电发电用的。可是它必须要有几个程序，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允许联合国的这个国际组织进来，原子能组织进来监察，这个是伊朗要谈判，跟美国要谈判。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我让到这个程度，那你美国要给我什么？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那对伊朗来说，你美国要把对我的制裁要解除，而不能够加强制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已经有矛盾了，因为以色列是主打，而且是要求的条件很严苛，这个是美国也都做不到的。但是美国是认为我是用极限施压，那必要的时候打，但是如果能够不打是最好。用高压的方法达成我的谈判的目的，可是谈判的目的却跟内塔尼亚胡不一样。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以现在川普本身的强势来说，
内塔尼亚胡能够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啊，所以导弹这个部分不会列为谈判的要点，那应该是集中在浓缩铀。不过现在有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2月下旬中俄伊的联合军演，这是常态的、固定的，要展开了，所以中国大陆的船舰开始到位了，这个都是例行的军演，你美国没有权利去阻止，你美国单方面的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同意跟授权，你单方面的在伊朗的前面布阵布局，那是你家的事，那是在公海、国际公海，那是你家的事。中国的船舰也到了国际公海，甚至进入到这个伊朗的领海内的话，那是中国的权利。那俄罗斯的船舰也会到，因为他们2月下旬的时候，中俄伊开始联合军演，在这个海域，从阿拉伯海一直到印度洋这个海域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就会牵制住美国的航母跟战斗群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活动，因为有干扰了，有中国的船舰，有俄国的船舰，那对于对美国来说，他就绑手绑脚，所以我个人推断2月份打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了。是。那等到军演结束以后，打的可能性才又会上升。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在俄乌战争，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川普已经对这个乌克兰下了最后通牒了。今天会来关心他，希望能够换掉泽伦斯基，并且逼他在这个逼他选举前有一个大限。那么在实际的战场，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俄军已经山城压境了，3个地方的城市一起做压境。另外，看到俄罗斯的苏57战略调动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是川普他限期乌克兰必须要在5月15号之前完成自己国内的大选，他现在是在逼泽伦斯基下台吗？川普是不是其实是想要换一个比泽伦斯基更好谈判的一个人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现在呢，其实乌克兰内部自己做了一个民调，最新显示40%的乌克兰人他们是愿意割让顿巴斯的。那么泽伦斯基却是坚持说，现在他的土地绝对都不会让出去。他现在是为了谈和平，还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位置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俄军他现在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拿下了乌东的一个关键据点。美国现在也逼他说，赶快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最后会怎么做收场？尤其今年这个2026年最新的一年，有没有可能这场战争在今年画下句点？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其实俄乌战争到这个时候，2月24号就要满4周年了，风向彻底的变了吗？泽伦斯基自己说的，可能在战争满4年的这一天，他会做2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会举行这个总统大选。第二件事情，他还说了要绑定和平协议的公投。大家就在看说，离2月24号这么近，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这么急呢？那当然了，大家就在解读，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川普现在针对于基辅已经给他极限的施压。川普是这样说的，要这个乌克兰赶快完成这2项的要求，否则美方提供对乌克兰的保障可能就会因此生变了哦。那么泽伦斯基他也在这个时候酸了一句话。他说呢，美国总统对于美国人而言，期中选举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吧？因为川普政府希望俄乌战争能够在6月前结束，也就是在美国自己的期中选举前结束。泽伦斯基认为川普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泽伦斯基在这几年的政治路途，原本是非常风光的。2019年上任之后被视为是战争英雄，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爆发自己内部的贪腐丑闻。2026年的时候民调落后他的前军事总司令，可以说这个现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了。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川普压的5月15号之前完成大选，代表他已经受够泽伦斯基，希望把他
逐出去吗？他是不是想要换一个更好来跟他谈判的人？那么泽伦斯基这时候用公投绑大选，能救他自己的选情吗？委员怎么看？川普本来就不喜欢泽伦斯基，一直觉得泽伦斯基啊就是拜登的人马，但是因为欧洲以及乌克兰内部的形势，根本很难换掉泽伦斯基。因为对乌克兰来讲，泽伦斯基现在是可以欧洲要得到钱的人，那要到钱跟补助，这个对于乌克兰是很重要，所以乌克兰的各种派系啊，即使对他再不满，也不敢换他。但在这种僵持的底下，泽伦斯基当然会知道啊，可是。这个决定他命运其实不是川普啊，是普丁。为什么是普丁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是-5度，而且那个地方这个雪还没有融化，所以整个作战状况很不理想啊。因为他们两位都练过军校，知道-5度的冻土城，这个战争怎么打都是泥巴对。可是很快啊，马上就3月啦，大概到3月10号以后。乌克兰天气就完全进入春天了哈，春天当然会有一个什么泥泞季节，然后大概到3月底的时候，泽伦斯基会那个普丁会发动总攻击啊，那个时候你乌克兰还能剩下什么呢？啊，虽然现在表面上说，哎呀，这个顿内茨克还有20%的土地啊，这个还在乌克兰掌控，其实那是虚的，为什么？因为他总共只有3个堡垒而已，他打的是这3个堡垒，这3个打完了就没有啦。后面的土地根本就没有防守的空间，就只剩下3个堡垒，而这个3堡垒预计在今年5月以前会被打下来，天气变好，俄罗斯一旦发动攻击就可以拿下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也没有任何补给可以给这3个堡垒的人嘛，这是一个无比现实，一个军队没有补给能够打仗，那只能撤退，不撤退就会全部被投降或者阵亡。泽伦斯基知不知道？当然也知道啊，大家都明眼人啊。可是为什么他撑着？因为他现在随时没有一个安排好后路的任何一个下台，对他来讲就高度危险啦。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保护伞的话，他第一个可能被乌克兰右派给干掉了，第二个可能被普丁给干掉了。所以他为了保障他自己生命的安全，他必须要去。美国总统要给他一个铁铮铮的保障，因为现在马克龙也好，那个梅尔兹都不可能给他这种保障，欧洲没有人敢给他这种保障，只剩下美国但是川普又不肯给他这样的一个保证。那现在所谓的民调落后什么扎卢兹尼3%，那是假的，输得很惨。为什么？因为这个民调是在乌克兰做的。真正在选总统投票，隔壁波兰里面的乌克兰难民全部都会回去投票，800万。请问你这些会投给谁？那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面倒的选举。泽伦斯基知不知道？也知道。所以就是卡在这边，他一定要到他认为足够的保障。那就看世界各国谁能够提供了这个至于其他什么领土啦、总统位置啦。他很聪明，他不会现在还在想他的总统位置，想他的老命比较实际啊。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些斯拉夫的传统上面对政治人物都非常残酷。你看米洛塞维奇、塞尔维亚了，总统一下来，上任风光，下任就很惨还有以前那个华沙集团那几个，下来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吊死，不然就是被打死，几乎没有几个好活的下场。不只是入监狱而已他根本就是直接被夺命。这个似乎是在这个斯拉夫地区里面一种政治上的文化，就是我要有个怪罪的对象，我要有一个替罪的羔羊。那你说乌克兰谁最适合？就是他，就是他。所以，泽伦斯基在2022年2月24号开战的时候，我说泽伦斯基把喜剧演成悲剧，当时很多人都在骂我，就现在比悲剧还惨。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泽伦斯基一方面他在等待川普能不能给他政治上面的安全承诺的保障，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他对外的口径其实还是非常的强硬的，尤其是针对领土问题，他还是坚持就是说寸步不让。
然后还甚至喊说呢，他愿意在下周跟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一个和平谈判。嘴巴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确实现在内部的民调也有显示，2022年的时候，80%的乌克兰人他们说他们不愿意割让土地给俄罗斯，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只剩下40%的人，他们是说他们愿意放弃顿巴斯换取安全保障。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泽连斯基谈判的空间很小了啊，那他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5月份要改选了，这个是川普所定的日子，不是泽连斯基要定的日子啊，是川普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时间。对。那泽连斯基能不能连任？泽连斯基当然想寻求连任，如果他能连任的话，他的位置还有得保。但是如果他不能连任的话啊，那基本上他会被清算啊，因为他的周边的亲信都涉及严重的贪腐，怎么可能周边亲信都涉及严重贪腐？这个老板啊完全没有贪腐，或是一无所知，这个迟早会被清算。那很有可能会是政治的协商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让泽连斯基到美国啊去安养元年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就让给俄罗斯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已经不是由泽连斯基能够负责了，除非欧盟硬挺泽连斯基，欧盟跟美国人对干。可是问题就在于欧盟的军队力量跟他的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他根本无能力跟俄罗斯交战，唯一能跟俄罗斯交战的，或是提供给这个主要的武器装备的，只有美国，而不是欧盟。欧盟它基本上的弹药库，它基本上重要的战略武器都是见底的，啊，他们原本就没有大量的储存，原本他们就是都依赖美国。那请问一下，欧盟就一张嘴，钱也拿不出来，啊，然后武器也拿不出来，弹药也拿不出来。那你想，欧盟只有道德，只有嘴，只有群众，但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敢介入。那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以泽连斯基来说的话，他的土地割让是必定会发生的事。可是土地割让要经过公投，那因此呢，这次大选绑公投，其实就是要处理土地割让的问题。而泽连斯基，我看起来大概是下台定的。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美国给他一个匹夫，逃到美国去。不然的话，他如果留在这个乌克兰的话，我想他的下场也不见得会很好。好，这个是我们观察在今年2026，或者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泽伦斯基他在这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未来的一个走向，他可能会去美国受庇护吗？这个我们会持续的做观察。那另外就是在第一线战场，现在确实对于乌克兰来说，真的也就是很不利哦。现在看起来是有重要的3个战略要地，很怕就是一旦被确定拿下来的话，那乌克兰可以说就是已经完全彻底的输了。纽约时报特别点出了这3个地点，我们看到 CG 哦，包括在扎波罗热的这个叫做胡里艾伯勒，还有乌东顿内茨克州的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跟米尔诺格勒，俄军可能逐步来夺下。那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顿州大约75%的土地了。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它有动作了，第5代战机苏57大规模往远东的制造基地去前进。厉将军怎么看？我先介绍一下波克罗夫斯克，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在讨论的红军村。那时候我们都知道红军村战役打了1年多，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米尔诺格勒在哪里？它就在红军村旁边哈。这2个城市相距不到大概就1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一个双子城。那就军事角度来看的话，这2者互为犄角，相互掩护。那这2个地方对这个整个顿巴斯战线有多重要呢？第一个，我们都晓得它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地区；第二个，它是10万人级别的一个城市。那部队在这边可以因为有城市，有这个建筑物可以提供部队很好的休养以及后勤补给、物资的囤储囤放。那如果说是要进攻的话，它可以沿着好几条的公路以及铁路继续向乌东地区来做进攻发展。那大家可能会讶异，这个城市不是已经打下了好几个月了吗？怎么到现在为止所有战况没有看到这个如我们所说的一马平川，在这边这个俄军在这边发动攻势？我跟各位讲，就是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到目前为止俄军还在这个地方
做清扫战场的动作哈。等到他清扫战场完以后，我认为他就会发动攻势。那胡里艾伯勒是在南边的扎波罗热这个区哈，那如果这个区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重要级别的据点地区。那这个城市将来如果说发动攻势，所要夺取的可能就是这个敖德萨哈，我会朝那边来发动攻势。当然，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在战场上面，你得到的，你一定会在谈判桌上面要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在这时候逼着泽伦斯基要在今年5月份以前接受所谓的和平协议的公投，然后逼着要做总统大选，因为川普已经看出来这场仗硬撑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只有丧失更多的国土。那美国对于这场仗，他也不想再投入过多的因为这个打不赢的仗，你丢下再多的钱，跟打水漂一样。倒是欧洲来讲，目前听说通过一个法案，因为美国不给钱嘛，那欧洲很紧张。如果说是乌克兰投降的话，那第一个要面对这个俄罗斯的可能就是欧洲这些国家，所以他们最近凑了所谓的900万欧元将近1000万的美金那提供给乌克兰。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我认为说是刚刚2位老师所讲的都非常正确，大家不要认为这场公投下去，或者是总统改选，泽伦斯基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我们用一句俗话讲，他会被乌克兰民众吊路灯。为什么？不要忘了这个乌克兰有一个很极右派的武装部队，叫做亚速营。亚速营是很极端右派的，他们也是很勇敢善战的。那就他们来讲的话，我已经打那么多4年的仗，我牺牲了那么多人，结果你这个总统，你居然就签了割让领土的协约，对这些极右派的军人、武装团体来讲，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说，泽伦斯基的下场，我认为会非常的下场，非常的悲惨。如果他签了这些条约之后，对他会非常的悲惨。但是川普不管你这些川普认为说，你这场仗你打不赢，你泽伦斯基自己的死活，你要自己负责。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大家还记得吗？去年我们讨论非常多有关于这个全球车用的晶片供应链动荡，就是因为有这个安氏的半导体晶片之乱。现在第2回合可以说是正式开打了吗？因为最新来自于荷兰法院针对安氏又开始动刀硬抢，那文泰则是中国大陆方面全面的做反击。我们来看到这一场安氏之乱现在还没完毕荷兰的最高法院最新做了一个判决，他说要维持暂停安氏半导体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现在还是给他停摆在那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2件事情，他说要冻结中资母公司的表决权。好，那现在的时间点其实也是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来看到荷兰自己最近在内部政治上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他的新内阁即将上任那大部分现在根据观察呢，都是对中比较强硬派的一些人。那么荷兰的政坛对中安全的讨论也在升温当中。欧洲现在也自己说希望经济上保有自己的安全性。那法院虽然维持冻结的措施，但是引发了安氏的控制权争议，现在在持续的升温当中。欧洲现在针对中国有非常多的是强硬派，那么去风险化的背景之下，到底荷兰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有没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意涵？荷兰法院的判决，让这个张学正停职是司法的判决，还是他在呼应荷兰的内阁要对中强硬？厉将军怎么看？这完全就是在美国压力之下的一个判决结果。我们看到荷兰法院判决书上面所提到的它其中提到一点，第一个是擅自改变应对美国出口限制的策略，这不就是摆明了这个毫不作假就是被美国的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判决。第二个，他判决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文泰在这个管理方面失当那这个就很大的争议啊！你怎么可以说是管理失当？但是我觉得这个政治判决的结果当然会对全世界造成几个影响。第一个就是供应链的影响，所有汽车产业这个
安氏半导体在汽车产业链上面来讲，它虽然说不是很精密、很先进的半导体，但是很先进的汽车晶片可是它确实是汽车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当这个判决下来以后，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会影响到的是全世界汽车的这种制造的供应链会产生问题第二个来讲会产生的就是伤害这个安氏半导体的员工上万个员工，可能包括2.5万个客户都会受到连锁的影响。那我认为这次当然后续来讲的话，到底会多久？现在荷兰法院来讲，它也这个模棱两可。他现在只是说，暂时做这个判决，后续还要继续调查。可是他并没有讲说是这个调查要调查多久，很可能是半年以上的调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对这个安氏半导体确实是不公平的啦。那后续来讲，当然值得我们对于这个判决值得关心的是，这个张学正是不是管理失当？这在法院判决书里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争议。第二个来讲的话，文泰对于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是不是应该要恢复？因为他本来就是最大股东他本来就有控制权所以这两者来讲的话，对法院荷兰这个法院的判决是产生很大的疑虑跟争议。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那中国大陆又会怎么做这个接招。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荷兰它的法院的判决是悬在那边嘛，其实现在最紧张的也就是欧洲这些车厂了，还有车企，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安氏之乱，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就是晶片一度断货，那后来是靠中国大陆的一些豁免，所以才有了这些晶片。现在又在闹这一出，接下来对于欧洲车厂是否在掀起危机呢？因为我们知道文泰它是全球的车用功率元件的关键供应商，给了德国给了许多欧洲的国家等等。北京接下来又会如何反制？那委员又怎么看？北京的反制当然要方方面面了前一段时间北京的反制非常好，我给他竖大拇指，这是教科书级的反制，非常好，把所有的出口到欧洲的全部晶片全部禁止出口，让欧洲的汽车产业，坦白讲那安氏半导体那个晶片不值得多少钱，可是一个车子里面轮胎是最便宜的，没有轮胎你就不能走出去，这很现实嘛。所以上次弄得非常好，那这一次荷兰法院再这么做，不要跟我讲什么法律的理由，那都骗人的。荷兰本身他们就有海盗的血统。海盗的子孙就也会干海盗的事，中国人要有这种自觉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干过海盗，对不对？他整天被海盗欺负，被倭寇欺负，是不知道海盗的习惯跟行为的模式那怎么海盗就怕打？第一个，中国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只要他从荷兰直接有业务来往的，全部提起法律诉讼假扣押。拿钱跟他对赌，因为这种打官司是要花钱的。你说荷兰，注意到荷兰安氏半导体的母公司，以及对这几个经营管理阶层发出国际逮捕令、海盗逮捕令，为什么不写？谁说不写？对啊，那高管就是海盗嘛，都荷兰人跟欧洲人嘛，就发起国际逮捕令，以土匪强盗之名来逮捕，他抢公司的经营权嘛。为什么不行？只是包着一个什么那个荷兰的那个什么官员的一个名义，而且要对荷兰官员进行全力的制裁。这怎么可以软弱啦？欺人太甚嘛！对付海盗就要对付海盗的方法你可以先文明，让欧洲产生晶片危机。那接下来安氏半导体还是有一定的产能，出口到哪里？对不起，全部扣押，全部扣押你要帮助张学正现在不是张学正个人的问题，就像是孟晚舟不是个人的问题孟晚舟当时中国大陆怎么做？你加拿大人耍赖皮我就扣押你2个加拿大人。你不放我就把他判死刑，看你要不要放。那不能跟这些国家讲道理，你跟他讲法律讲道理他可以跟你掰了一大堆掰了一大堆像维基百科一样，你应付不来了。他们只听信实力。当他们拿出刀子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斧头；当他们拿出斧头的时候，你就要什么？把长刀拿出来。这些人只听得这东西，你要知道
这些海盗的子孙，他们真的只听得懂这种东西。好，所以确实现在中国大陆也就不再听信这个荷兰地方法院，也不再走荷兰地方法院这一套了，他就是完全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国际来做仲裁，并且呢，对荷兰接管安氏半导体索赔了80亿美元的金额哦，已经上升到国际法的层级的对抗了。接下来这一场国际法如何走，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记得我们有一句话都叫 “Go Dutch” 嘛。那 Go Dutch 基本上来讲，当然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都用 Go Dutch， 对不对？但事实上这句话就是从荷兰来的，因为荷兰是整个欧洲人都公认的最小气的、最刻薄的，然后只为自己考虑着想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记得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朋友、同学，他们到荷兰去做生意，他们都只相信现金交易。我的台湾的朋友啊，他们那时候做电脑。他们只相信现金交易，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荷兰人会把你拼吞、没收、吃掉你，所以他们对荷兰人是毫无任何信任感，那信任感是0。我这是亲身经历，我的好朋友几个台大学电机的，他们去荷兰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最清楚的知道，他们说有利可图，但是一定要看到货。而且一手拿货，一手给钱。他说他们会吞掉人这个是他们在那边工作的经验。我顺着这个委员讲的，你看荷兰这次引用的是罕见的法律，1950年代从来没有出现的法律。就1950年代有一条条款，他引用这个条款来对于这个文泰对安氏下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它基本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不讲理了，所以在地方法院将做判决了以后，那这个文泰当然已经很清楚了，你荷兰的法院不可信，那不可信就放弃走国际仲裁。我个人认为不会只是走国际仲裁因为中国大陆政府是给他做后盾。是，荷兰不要忘了，荷兰在欧洲它是靠贸易、靠商业。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荷兰是要这样子硬生生的，尤其现在几右翼都上来，要硬生生的抢走中国的公司，中国不会坐视不管。我们从这一次中国大陆政府出手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不会让他的厂商在海外受气，被欺负，所以中国一定会出手。这一出手例如说对于荷兰的贸易转口，还有荷兰的很多的限制，就会更多了。我个人认为。会产生非常多的负面影响，对整个荷兰的国际形象，对荷兰公司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荷兰是要靠贸易的，荷兰是欧洲里面在中欧、西欧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点，而这个重要的枢纽点，它的一个最大的客户是中国，而如果它一旦跟中国大陆产生问题的话，那你想这个枢纽点不是不能被汉堡取代因为德国的汉堡一直就想取代这个安特卫普嘛，就是一直想取代荷兰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个人认为荷兰的这种偷鸡这个真的是我同意蔡委员所讲的，这个海盗连小鸡他都想偷，这种就是想用抢的方式，因为本来他是做快垮的，是中国把他救起来，他看到救起来了赚了钱了，就想抢回来，这典型的就是海盗行为，已经没有什么话说的了。对，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在军事上面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美军跟英澳等的空军在这几天呢，就在内华达州完成了一个军演，这个是红旗军演，动员的人数其实也相当的多，达到了3000多名的这个官兵，还有100多架的一个战机。亮点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这一次是结合了空中网络跟太空战的一个情境。好，特别看到亮点是扮演拿这个 F-35
美军首次派出了 F-35来扮演中国大陆的歼35，来挑战应对来自于大陆的歼20跟歼35的威胁。我们也来看到细节的部分，在这一次的盟军打击部队里面，主要是由美澳的 F-35战机，还有英国的台风战机一起来做的演练，当中包括了关键基础设施，还有摧毁雷达跟防空系统等等。在这一场军演结束之后，我们来看到他们又有了美英澳的下一场军演，这个军演叫做竹鹰军演，地点也不同了，移师到了东太平洋，参与人数更是非常多，超过了1万人。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 F-35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办歼35，能够完整的模拟中国大陆的5代机吗？今天也就中美的5代机来做一个较量，委员怎么看？每一种空军的演习啊，这个找自己的战斗机来模拟对方的战斗机，这是常态的工作啊。因为你基本上美军手上也没有什么歼35啊、歼20啊，然后中国空军手上也没有 F-35啊，也没有F-22都没有哈，所以一定要找自己的战机来模拟。可是你要了解到哈，尽管是第5代的战机，不可能有两个飞机哦，它的功能完全一样，不可能，就因为2个设计理念各方面不太一样哈。比如说那个对这个歼35比较强调制空，然后 F-35比较强调空中的这种感测平台，2个功能设计上那各有优缺点，没有说这个谁好谁坏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对于这个F-35哈，它拿来模拟这个歼35，只能模拟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要找那个 F-16来补充啊。如果近战的时候，F-22近战不行了，对，近战的时候也要去这个模拟，一样的，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哈，如果要来这个对跟 F-35来对战的话，他也一样的，他可能也要找那个自己的歼20是吧哈，来模拟 F-35，可是光这样不够，因为性能上没有办法完全画上等号，所以有些地方它用歼16，甚至有些地方用比较近战也要用歼10C，好，这个是一个很常态，所以说你光用这个 F-35就要完全模拟歼35，不可能，能够像个80%就不错了啊，或者搞不好80%都没有啊，搞不好像个60%、70%，那你剩下这一步该怎么办啊？搞不好还要找那个 F-16来弥补啊，哈，比如说像那演员演到一半啊。这个要跳下去，找个替身上场，然后这个类似这种情形都会有哈，所以它演习科目很多了哈。那没有一种飞机完全不能模拟，可以，但是没有一种飞机可以完全模拟到跟对方一模一样，那也不可能。所以这2个就是要看演习科目、作战场域，好，还有真的是目的是你要在抢空域制空，还是说你要去攻击后面更远的这个目标要突穿所以每一个演习科目不一样，可能要找那个不同的这个机型来模拟。因为很有趣，说这些战斗机的机型大部分各有它的特点。那时候有些特点，我这个特点跟你那个机型的特点某个很像。那比如说我机动能力，那 F-35机动能力都不行了那可是 F-22的机动能力又比较强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组合式的所以扮演这个算是 OK 啦，但是大概60%多而已吧。好，这个是在美军上面的布局，美军战机的布局。那其实现在也被发现说，美军现在战机上面是不是有它的一个缺点呢？因为呢，这个是军工体系部分交付的 F-35被发现没有装有源相控阵雷达。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洛克希德马丁是用这个配重块来顶替雷达，硬交给了军方。现在根据了解呢，如果在使用这种配重块之下，在高强度的电子战之下，其实会有这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会让作战风险升高，后续的维修负担也会更加重，是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我想说有图有真相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图，这个美军居然干出这种糗事这比印度还糗印度已经够糗了，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确实在机头应该装雷达这个地方，装了跟哑铃一样的配重块头尾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图有真相。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这批的 F-35战机是洛克希德马丁生产的第17批的战机，按理是最新出来的战机。那它整个作战系统叫 Block 4第4代的，所以以前它在这上面装的雷达叫做 APG-81这款的雷达。那这款雷达是旧式的雷达，它的用的元素是砷化镓这个氡化镓这种系统。那这次来讲的话它升级 Block 4以后，它用的雷达叫 APG-85这款有源震控相位雷达。那它用的原料叫做氮化镓我们说这个讲到氮化镓，可能大家就了解了。对，镓锗其实它不是稀土，可是也是中国提供卖给美国的稀有的金属元素。那它没有这个元素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做出 AGP-85这款雷达。可是我整个系统都已经设计了，那我这个雷达我就没办法装上去。因为整个战机的所有作战系统一定是跟雷达联动在一起的嘛。当你没有这个雷达系统的话，这个系统不一样，那你飞行员上面的动态感知的状况都会不一样。好，那这种状况下，大家就问说，那可不可以把旧款的雷达装上去？就还是装原来81？不行因为原来那个雷达整个这个系统都已经改变了，你必须就是要装上这款雷达才能够作用。那为什么旧款雷达不能装上去以后，那你就空着嘛？为什么要装上配重块呢？我跟各位讲，你看飞机，我们现在的战机，你看到它起落架是前面一个轮子，后面2个轮子。那以前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看到飞机什么样子？前面2个轮子，后面1个轮子。所以说飞机它的重量是有它的这种原理在里面。你如果说是配重不一样的话，那你起飞就会受到影响。所谓的这种头轻脚重那你起飞的角度方向就会不一样。所以你那个地方你不要看了，一个雷达重量大概也有将近70公斤左右。如果说这70公斤的重量不对的话，你飞行的姿态、操作的方向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不得已必须让这个前面那边它没有雷达，它还是要卖它还是要卖，它先装一个这个金属的配重比在上面，让飞机可以起飞操作。可是这种飞机是没办法作战的，那不是说是会降低作战风险，是完全不能作战。你想想看，一架战机上去在天空上面没有眼睛，它怎么打仗它只能凭飞行员的眼睛去看了，没有雷达不就等于是没有眼睛吗？那这个飞行员自己本身的雷达，就算他是远视眼好了，就算给他戴个望远镜好了，他还是没办法作战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军工确实是在这方面，因为跟中国之间搞这个贸易战那更不要讲稀土了，光这个稀有金属氮、镓、锗这几种东西就把美国军工卡得死死，然后让美国的这个军火业做出这么丢脸的动作，用配重块，那真的是全世界当作笑话在看。好，现在这个 F-35使用这配重块，根据了解也是因为它的这个供应链的生产没有办法跟上。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刚刚其实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因为中国大陆它限制了它的稀土所以影响了接下来 F-35它所需要的许多的元件。那这当中包括 F-35的雷达需要的就是它的高功率的微波元件跟4伏电机，都是靠稀土的成分的。那现在中国大陆等于扣在手中嘛，让它没有办法拿到。那其实过去 F-35还有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也是需要稀土，那个时候只能跟谁来买呢？就是法国一家破产工厂数十年前所留下来的山的这个废料，当时是说只能撑1年，那现在又碰到这样的状况，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都用国家安全法的理由对中国大陆很多限制嘛。例如说他对于中国的半导体他就说这是国家安全法规定不能给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工具机、光刻机什么都不准卖甚至先进的3奈米的都不准卖。那中国大陆也一样嘛，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所以对于重要的稀土都做管制。过去美国是采用这种走私就是从这个边境里面走私大量的中国的稀土。那中国大陆现在在走私这个部分加强管制的很严。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偷中国的东西就不容易了。是。那偷中国东西不容易以后呢，那你可以看到他
法国的这个倒闭的工厂的原料也用完了，那他怎么办？当然不够了。那但是大陆的这个稀土的出口只给你民间的企业，不给你军工企业，而民间的企业的稀土你必须要报，中国大陆要去核查，而且你的使用量配比都要提报。如果你不提报你的使用量、你的配比，而且中国还要看你的产品最后生产出来的有多少，是不是跟他给你的公斤是不是一样？而且是不是说你一次就能够拿到1年的？现在改用就是1个月、2个月给你，就是你这个月快用完了，你再来申请。那中国大陆就会去看你有没有合格的、合规的申请。所以军方本身要拿到从他们的民间企业转手，或者是军工复合体，我这个是民间产品，我把它转过来的话，它就显得很大的困难了。那这个越管制越严的时候，越来越困难。